见林婉儿这么淡定，仆人心里也不由得多了几分钦佩。林婉儿这时开口问他：“对了，到海参崴要走多久？”仆人回复道：“回小姐，我们走北冰洋航道，以这艘船的航速，差不多25天左右吧。”“太慢了。”林婉儿淡淡道：“我要在摩尔曼斯克下船，转乘飞机去燕京。”说罢，他问仆人：“4天时间能到摩尔曼斯克吗？”仆人忙道：“倒是应该可以到，可是小姐，您这么着急就要去华夏吗？”“对。”林婉儿笃定地点了点头，认真道：“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尽快找到那个叶晨，这个人身上一定有很多好玩有趣的秘密。”说着，林婉儿拉动进度条，一直退回到叶晨出现在自己书房的那一刻，看着画面中的叶晨，好奇地嘟囔道：“你说他为什么会这么及时地出现在伯根呢？”叶晨出现到离开的视频，其实林婉儿在路上已经看了许多遍了。她并没有避讳自己最信任的仆人，所以仆人虽然被叶晨抹去记忆，但通过监控视频的回放，还是弄清了事情的始末原委。仆人想了想，道：“小姐，当时的情况我完全记不得了，但从视频录像上推测，我觉得他对小姐您的情况一无所知。想来他出现在伯根，应该是追着那几名骁骑卫过去的，而且他还答应那几名骁骑卫要为他们报仇。我猜他应该与那个组织有血海深仇。”林婉儿点了点头，感慨道：“这应该是可能性最高的一种猜测了。”仆人忍不住问他：“小姐，您觉得他会把这些骁骑卫送去哪里？”林婉儿愣了愣，微微笑道：“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他当时说让这些骁骑卫去奥苏城海拔最高的山上与他的人碰面，如果不是情况紧急，手边当时又无人可用，我还真想跟过去看看。”仆人忍不住嘀咕道：“就是不知道他的实力跟那个组织相比有多大差距。”林婉儿没说话，而是从手边将骁骑卫指挥使那把被叶晨的穿魂刃齐刷刷切成2半的突击步枪拿了起来。他的手指抚摸着那整齐到几乎连一丁点毛刺都没有的剖面切口，喃喃道：“他的整体实力我也不清楚，但个人实力真的很强，就算是有现代化的设备，也不可能将这把枪切成这样。想来他的灵气已经小有所成，若是将来还能更进一步，前途必定不可限量。”仆人问他：“小姐，说到这把枪，你有那么多价值连城的古董字画都没带出来，为什么偏偏将这把枪带了出来？”林婉儿淡淡道：“刚才的事情你也看到了，他们的人在追捕我的时候失踪了，那他们一定会派人过来查探，而他们在没看到这把枪之前，他们不会想到骁骑卫究竟是怎么失手的，或许会认为骁骑卫只是准备不够充分，被我身边的人给解决掉了。可是如果他们看到这把枪，那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世界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屈指可数，只要他们看到这把枪，就会意识到已经有了一个劲敌，而且这劲敌身怀灵气。身怀灵气的人本就少之又少，那样的话，一旦哪天叶晨暴露出实力来，对方就会立刻锁定他，这样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仆人不禁感叹他实力这么强，怎么没想到这一点？林婉儿笑道：“实力强归实力强，但真正的实战经验应该还不够丰富，否则的话也不会让我在他爷眼皮子底下蒙混过关。”与此同时，瑞典哥德堡由于已经得到了伯根现场的影像资料，并且看到了林婉儿亲手书写的那8个大字，那个背后的神秘组织立刻意识到这次任务已经彻底失败，林婉儿肯定早已逃之夭夭。英主虽然震怒，但也只能下令提前结束这个已经彻底失败的任务。于是正在哥德堡机场门外等候骁骑卫的车队负责人接到了那位自觉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对方语气颓然地说道：“不用再等了，现在就开始送货物入关吧，让正常起飞。”那负责人惊呼道：“子爵大人，骁骑卫到底出什么事了？”那名子爵语气冰冷地说道：“8名骁骑卫已经全军覆没，目标也已经跑了。英主有命，
计划终止。负责人不禁暗暗啧舌，8名骁骑卫实力非同一般，竟然会在北欧这个小地方折戟，这确实让他没有想到。不过他知道组织里的规矩，凡事都有多套预备方案，成功有成功的后续方案，失败也有失败的后续方案。按照现在的情况，骁骑卫虽然遇到问题没能抵达哥德堡，但为了自己和飞行员不暴露身份，该完成的航空运输任务还是要继续完成。他得将这3卡车的慈善物资送进去，让那架等候多时的飞机载着这些物资返回尼日利亚，以免有人查到这条线上之后，通过飞机不正常的空载查出问题。只是眼下骁骑卫既然任务失败，他原本要负责转运的目标人物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也就用不上那个环保女孩洛丽塔了。于是他立刻给自己的手下发了一条信息，内容就6个字：让洛丽塔滚蛋。那个上一秒还对洛丽塔说尽好话的司机，在收到这条信息之后，立刻黑着脸对洛丽塔说道：行了，今天就到这里，你不是跟朋友约好了吗？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什么？女孩顿时怒不可遏地质问道：为什么现在让我回去？不是说好了等我完成今天的任务之后，就送我一只爱马仕的喜马拉雅吗？司机冷声道：你刚才说的没错，跟尼日利亚有关的事情，媒体记者都不感兴趣，所以都没过来，原定的采访取消了，这里用不上你了。女孩气恼地说道：用不用得上是你们的问题，我不管你们用不用得上，既然答应我的事情就一定要兑现，我如果得不到我的爱马仕喜马拉雅，那我就一直在这里等着，一直到看到我的喜马拉雅为止。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